是你在背后诽谤我吗？院长，不是我没有，我不是。啊，这些小事就不必在意了。剑佐，就是这个刘影石吗？请给我看一看。现在的样子，真的好像一条看到骨头的狗啊！算了，事关重大，我也不跟你扯皮。上面的碑文已经被我们青莲剑宗的浮云长老翻译出来了。你们玄法书院的技术力最强，我希望你们能解释出来上面这个阵法的功效和运转形式，以及这空白灵石内维持那阵法运行的能量究竟是什么。交给我吧，我这就召集长老和弟子们过来，开始研究这两样东西。院长，出大事了！哎呀，急什么呢？没看到我在跟剑祖说事儿吗？院长，是端天雾发来的。这糟了。凌云，咱们魔门联合的宗门里，谁最擅长研究阵法和能量的？啊，大家平时都忙着练功打架，哪有空专门研究这些东西？好吧，我想我们该反思一下，为何这3000年来邪不压正了。凌云，派人去合欢宗和阴灵宗，就告诉苏香雪和那个老骷髅，我们发现了地仙的线索，让他们派人到我们天魔宗来，大家一起研究研究。是，师父，我这就去。什么东西？加急的信件，竟然发生了这种事！停！没想到啊，这古城居然从东邻国转到了西邻国。之前在东邻国现场勘测的数据，安排人送出没？已经派人送回宗门了。那就好。大家都来领取傀儡，元婴期以下的人手一个，元婴期以上的跟我靠近古城，元婴期以下的弟子留在原地操控傀儡跟上。所有人提高神识运转，随时警戒。果然跟描述的一样，涌动着一股黑暗，就算用法术加持，也看不清其中的状况。灯笼火！果然不行，门开了，大家运转心法，提高神识抵抗。大家集中精神，都稳住心神。这些东西是人？他们冲过来了！我先出手，大家保留真元。灯笼壁！刘长老，现在情况怎么样？能行，他们冲不过来。长老，那些是东邻国的军士。分神期的我催动上品法宝制造出来的火焰，居然只能杀死一半。这些东西原本只是普通人，沾染上了那些黑暗，就拥有着等同于金丹期的抗击打能力了。几10个金丹期修士好对付，但当时跟古城一起消失的足有1000人呢。还有那些筑基金丹的修士，如果他们也被这黑暗附着，做好战斗准备！上来啊！长老，这些家伙真难对付，他们身上附着的黑暗对真元有抵抗作用。最要命的是，他们
是源源不绝的，大家都真元不足了，看来想进去已经是不行了。他们又来了，撤！我来殿后。别管了，真元都快耗尽了，别拖累刘长老，先撤。师弟，诛灭秦皇，再创圣朝。糟了，邪祸顾不过来了，必须把情报带回正气道盟，在被控制之前，快走！一个人也好，走！啊！快跑！啊！怎么回事？剑阵，去路都封死了。哎，真元也不够了，没有余力，要死在这儿了，我不甘心！啊！不要啊！玉千仞长老，我不放心你们，便从宗门赶来。还好我来了，不然我们断天坞的精锐都要丧身于此了。岳长老，咱们有几名弟子被古城捕获了。现在也没有办法，我先送你们出去。糟糕，古城又有什么异动了？啊，这是……数千金丹修为的怪物，冰岛的那几个竟然有分神期，后面也被封锁了。什么？刘长老，我来为你们开路。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将这个古城的讯息传到千烈手上。我现在就去断天坞，让苏香雪和老骷髅到断天坞找我。是。黄甫兄，你来了。小月，我来了。大月子他……黄甫兄，我都理解，先入座吧。这样一来，双方就只剩清明剑宗、天圣佛门、合欢宗和阴灵宗的人没来了。放心吧，小月，清明剑宗来的人应该是剑祖，他老人家出手，大月子他肯定能救回来的。哦，这可真是太好了。可是黄婆老魔，若是剑祖来，以他的速度早就应该到了吧？你是不是瞎猜的？啊，这里有你这小辈说话的份吗？徐长老，你说话注意点。干啥呀，老李？我实话实说而已。我来迟了，是因为通知剩下的人去了。剑祖，天圣佛门这次来的人是微尘禅师，他要在赶来的路上顺路调查情报，所以这次便不来了。等我们在这里商量完了，去找他会合即可。小月，对不住。剑祖何出此言？我可受不起。这一次的断天坞弟子失踪，你的兄长岳千仞失踪，以及刘长老重伤的事情，我负主要责任。都是因为我想要筑基，才激活了那块石碑，让那座古城出现在世间，导致众多无辜之人受难。剑祖不用自责，那石碑就算剑祖不去处罚，迟早也会自己发动。我只求剑祖能将我大哥和门徒们找回来。岳宗主，我白秋然一定会解决古城，扛起责任，将断天坞之人通通寻回。有剑祖在，此事定能解决。大月子，坚持到我去救你啊！对了，逃出来的刘长老呢？他的神识遭受重创，回来以后便重伤昏迷不醒，正好大家都到齐了。我们断天坞的傀儡安装有留影石，记录下了当时的画面，大家来一起看看吧。
这都是什么怪物啊？不是说之前失踪的都是些凡人吗？普通人直接变成金丹期了，怎么做到的？这数量太多了，而且还越杀越多，这会不断控制我方修士。唉，各位，看来又到了我们喜闻乐见的抛弃成见的环节了。这次正气道盟和魔门联合再度合作，各位没有意见吧？苏宗主的话有理，鬼老头，你怎么说？我支持苏宗主的决定。守护九州十地秩序是正气道盟义不容辞的责任。诸位，当然没，倒不如说能够研究这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我们很开心。我也没有意见。神武天军建立就是为了守护九州十地的人族。娘的，好话都被你们说尽了，我还能说什么？我们仙城玉楼如果不答应，也不会来这里了。那便没什么不同意见了，直接开始着手处理此事吧。小月，除了这刘影石，刘长老还留下什么情报了吧？没有，刘长老是倒在山门外几百米的地方，恰好有弟子回山看到了，才将昏迷不醒的他带回来。麻烦了，现在我们除了了解古城的钟声和黑色能量控制人之外，对那古城几乎一无所知。它是怎么运作的？他是怎么把人改造成那副鬼样子？忽然出现，又是有什么目的？剑祖，只要给我们充足的时间，我们玄法书院有9成把握能够搞清楚古城运行的方式。只要能摸清它的运行方式，我们就能找出它的具体位置。合欢宗会用情报网探查古城的情报，帮助玄法书院进行研究。娘的，你们又来！我们仙城玉楼的杀人情报网不比合欢宗差，这次我们也会拼尽全力帮剑祖，帮九州十地寻找古城的踪迹。此次灾祸皆因我白秋然而起，诸位今日的恩情，我必当铭记于心。剑祖，我有个好消息，虽然我们天魔宗对阵法的研究没有进展，但在一名直传弟子的推导下，我们成功凝聚出与石碑阵法采样性质相近的能量。如果他的推导没错的话，那是魔修成仙以后得到的仙元，就和正道修士飞升之后的仙灵之力差不多。难道那所谓的地仙并非无稽之谈，可能是真的地仙，滞留在地上的仙人级存在？好了，别想太多了。既然那古城没有直接杀过来，就说明他没有把握吃下我们，否则他们直接碾压过来，统治九州十地为所欲为，岂不是更好？剑祖说的有道理，况且就算是他们有碾压的实力，我们也不可能束手就擒。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来吧。白秋然认真的样子也很帅。收集情报的时候，记得别再让人靠近古城。我明白。师尊，若薇，你怎么来了？是我央求四长老送我来的。哦，剑祖居然收徒了。是啊。若薇，有什么事情吗？我听说了古城的事，我怕师尊你太过自责。不用担心了，让四长老赶紧带你回去，哪儿都没有我们清明剑宗安全。不要，我唐若薇虽然打架不行，但是研究阵法还是没问题的。师尊，让我留在这儿，跟玄法书院的人一起钻研吧，我一定能帮你搞定。哎，若薇啊，你的胸好像大了一点。哎，好像确实，这是人家练功有成嘛。哎呀，师尊你乱说什么呢？我们在说正事呢。好好好，你想跟着玄法书院是吗？为师给你引荐，徐长老慢走。剑祖喊我何事？徐长老，这是我的傻徒儿，你这段日子可以把他当劳力士，有空的时候带带他就行。小女唐若薇，徐长老好。哦，好，正好我需要人手，你别来我这里打下手了。谢谢徐长老。你跟徐长老好好学，我便先走了。哎，师尊，你要去哪儿？去见见天圣佛门的微尘禅师，他说南陵国内有异象，这次的事件非同小可，你不准到处乱跑，知道了吗？知道了，师尊。剑祖，就是这里。我们在前往断天屋的途中，听说此地突发大雾，附近河上出现浮空城。等我带着弟子赶来时，就只发现一个空荡荡的村落，
但却发现了这个漩涡状运行的天地灵气。正是，此处灵气应该被什么东西搅动过，什么原因还不得而知。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目前还没什么新的进展，看来还需要更多的线索，才能解析他们的手段。师叔，魔门联合有事要通报剑祖。哦，快带过来。是你！哎呦，魏晨大师怎么看起来这么生气呀？莫非是不欢迎我？不欢！你还有脸说？上次扫黄又有你，怎么每次天圣佛门扫黄都有你？这位禅师是名门正派，嫉恶如仇，长期活跃在扫黄第一线，端了合欢宗不少非法窝点。这位则是合欢宗技术顶顶，长期挑战邪约权威，就喜欢把场地开到那些寺院里，专门给佛门的僧人上眼药。佛门有规矩，嗔戒是犯戒，大师可别动了嗔怒啊！放屁！微臣修的就是愤怒相，专门收拾你这种祸乱世界的妖精。来呀来呀，你来打我呀！好了好了，做正事要紧。微臣，控制你的怒气。木欢，你少说两句，讲正事。抱歉，剑祖前辈，这就向您汇报情况。阴灵宗传来消息，说在南岭北方发现一座无人村庄，村子里还有个灵气漩涡，就像那个一样。在距离青州数万里之遥的南岭也出现了那座古城的踪迹。那么巨大的古城是如何移动的呢？还有，他们为什么会留下灵气漩涡呢？在南邻国的山村整理了一下情报后，白秋然独自离开，在九州实地走了一圈，看能不能收集到情报。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古城移动间隔是3天左右，每一次的出现与消失都伴随着黑雾笼罩，而古城消失之后会留下灵气漩涡，近来的活动范围在青州内居多。古城附近的人会被钟声控制，并且被改造成怪物，从而进一步掳走没被钟声控制的人。啊，师尊你回来啦！若薇，我在隔壁房间再研究一下。今天的工作终于做完了。若薇师叔辛苦了。我也该回断天屋安排房间洗洗睡了。你好，清明剑宗的师妹。你是？我叫做李锦瑶，是天魔宗的弟子，和你一样来帮忙的。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位凝聚出10倍阵法相似能量的天魔宗弟子。正是，这次来帮忙的好像就我们2个女生，所以我就想着找你打个招呼，认识一下。离师姐好。师妹的进境和我很接近呀，看来师妹也非一般弟子，不知是从清明剑宗何人？是啊，是挺不一般的。全清明剑宗啊，不应该说整个正气道盟，怕是只有我一个筑基期修士的师尊是个炼气期修士了。炼气期？啊，莫非若薇师妹的师尊乃是清明剑宗的剑祖？啊，离师姐怎么知道？在我们魔门联合里，不知道剑祖的只有那些不入流的门派，毕竟事关生命安全。魔门弟子入门后上的第一堂文化课就是关于清明剑祖的。我们魔门弟子出门在外，一般都是不会对炼气期的修士随便动手。哦，原来是这样的吗？更何况我的师尊从我入门开始便一直想让我以清明剑祖为目标，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超越他。看来师姐是天赋异禀啊。师姐，你觉得自己将来有可能超越我师尊吗？那得看是什么方面了。如果是做饭洗衣带孩子，我可是很有自信超过他的哦。做饭洗衣带孩子？不过若是心境方面，我觉得或许我怎么也超不过他了。我如果2-3年没有突破到下一层境界，或许就会放弃修真，跑回老家去嫁人了吧。2-3年不突破就回老家嫁人？那岂不是说他从修真开始一路走到现在，还从未在境界上被卡住过？是啊，嫁人啊，不觉得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和他一起过一辈子相夫教子的日子，比修炼成仙来的更好吗？更何况现在我们魔修连渡劫后
能不能成仙都不知道呢。对了，若薇师妹，有没有什么机会能让我见一见剑祖啊？啊，离师姐，你见他要做什么？看他适不适合做我的对象啊！原来是抱着找道侣的心思来的吗？是啊，我郎君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得比我强，这样才能保护我和我们的家庭。然后他的境界也不能超我太多，否则将来他飞升了，留我一个人在凡界也不行。思来想去，2个标准，剑祖正好都符合，我就想看看合适不合适啊？不，这个天魔宗的种子选手怎么总想着嫁人啊？还有处子之身的苏香雪，魔修都这么怪吗？先不说这个，黎师姐，您这种打算，若是被天魔宗的宗主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同意的吧？哎呀，没关系，最多200年，师父便不是我的对手了。到时候大不了欺师灭祖。好吧，不过我先说好啊，我师尊嘴巴特别讨厌，你到时候可别跟他动手啊，你打不过他的。好耶！师尊。啊？若薇啊，我每一次一段时间不见你，你都会带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出现在我面前，你是投胎投错性别了吧？什么跟什么呀？这位是天魔宗的李景瑶师姐，她跟我说想见您一面。李景瑶，你就是最近魔门联合藏着掖着不肯外传的那个天魔之体？您就是西明剑祖？看起来不讨厌。师尊，什么是天魔之体？天魔之体是天魔宗典籍里记载的传说体质，有这种灵根的人，无论修习什么魔门功法都能进境迅速，且没有副作用。不过传言上个时代结束时就消失了，它是3000年后诞生的唯一一个天魔之体，被魔门联合藏着掖着的，唯恐正气道盟的人知道。那您是怎么知道的？苏香雪告诉我的，我陪她喝了2杯，扯了几句皮，吹牛吹高兴了，她顺口就告诉我了。二五仔啊！早就听闻苏宗主和剑宗关系匪浅，没想到苏宗主竟然连这种消息都能随口告诉您，看来他心中对您基本上是不设防的。那是他知道我不会害了他。既然你是天魔之体，应该也学了他的魅影方宗诀吧？怎么看不出效果？因为我稍微改动一下，让特殊效果可以收放自如。看，哦，原来如此。你改了我改过的功法，能将魅惑效果收起来，但这只适合你，因为靠的是你的体质。不愧是剑祖前辈，我用了2年才改成功，但前辈只看了1眼就明白了。不错的改动，这样魅惑效果就没有副作用了。这种恐怖的魅惑效果也是副作用吗？我刚刚干了什么？不能收放自如，当然是副作用。你想啊，苏香雪将来若是找了个魅惑抗性低的男人，光是每天看着他，这男人要不了2年都会死。结婚没有洞房，你说这是不是负面效果啊？好了，看也看了，你们快回去工作吧。把古城的运动轨迹测算出来才是要紧事，我也得想想办法。等一等，关于古城，其实我有个想法。有什么想法尽管讲，现在就是缺想法的时候。之前听玄法书院的徐长老那边推测，他认为古城是依靠地脉之力迅速移动的，但我觉得不一定吧。古城所出现的有些地点不在地脉节点之上，所以我就在想，古城会不会是利用了其他的力量？毕竟这个世界上能够借助的力量并不只有地脉一种，比如说与地脉相对的天象之力，剑祖前辈觉得如何？天象之力，无需天象图，白秋然凭借着自己的记忆，用真气为笔，直接在地图的上方绘制了一幅对目前修真界而言巨细无遗的星图出来。现在我将星图也画了上去，我们做个对比，看出现地点能不能跟图对上。不对，不是天象之力，看来我猜错了。没关系，这本来就不是1次2次碰巧就能猜中的，至少你为我开拓了思路。那座古城的技术可能远超我们的常规想象。师尊，会不会这些地点
本身有某些特殊的含义。什么意思啊？你们刚刚不是说古城拥有目前修真界不了解的技术吗？那么我可以猜测，他如此移动，不是因为要借助天地之力，而是因为他必须要向这些地点移动，比如说阵法。这是阵法吗？稍等我一会儿，我要去查证一下。留下这么一个阵气漩涡，是无法作为大阵阵眼的。是不是如我猜测的那样？灵气在涌入我所展出的空间裂缝。果然是这样，古城停留的地方会悄无声息地开辟出另外一个空间，而周围的灵气则通过这个空间附近的细微空间裂缝，不断地流入到这个空间内，所以才会形成灵气漩涡，而这样就足够作为阵眼了。这样，一切都串起来了。师尊，如何了，师尊？多亏了我的乖徒儿，为师已经找到真相了。具体是怎样？那些灵气漩涡可能是阵眼。阵眼？这难道是一个囊括九州十地的阵法？对，就是不知道需要这么大一个阵法来唤醒的，到底是什么？还有石碑激活时那些蓝色的光点，我当时以为他们是讯号，都是往这座古城去的。但是现在想来，假如每个光点就代表着一座城市，那么遍布九州十地的古城，还有无穷无尽的金丹期黑暗怪物。找人吧，我们该商量后续计划了。剑祖，出结果了。哦，现在就看古城能不能够验证我们的推算结果了。可是，就算我们猜准了他的位置，只要他再次逃脱进入其他空间，我们就很难再捕捉到他。这一次就交给我来吧，我会尽可能的把他留下来。此处就是玄法书院推算出的跳跃点，跟预计的时间还有整整1天，闲着也是闲着。看来我猜对了，这众生的干扰强度，哪怕是合体期修士在战斗中也会很麻烦。不过，对我一点用都没有。让我看看你里面究竟有什么。那是月千刃，得尽快进去看看具体情况。这帮人，看他们的武器，应该是断天宗失踪的那批弟子。分神期巅峰的武器，我先来试试看能否解除控制。这服饰果然是断天宗失踪的那批精英弟子，不过灵台与子府一片空荡，原身和元婴也不见了，已经魂飞魄散，死的不能再死了。哼，都是死人了，那我也不用顾忌了。哎！想凭
这种东西阻止我！糟糕，月千人的魂魄如风中残烛，随时都会消散。先把月千人送出去，下次再找机会打爆这座城。不过，倒是可以留一个坐标，到时候找他就方便了。他出来了，剑祖好像还背着一个人。剑祖，你没事吧？没事。大月子，大哥，我救了月千仞出来，可能没法阻止古城了。剑祖，发生什么事了？其他人怎么样了？断天屋的那批弟子完全被控制了，无法救回。我进入了古城，但也没有深入。那座城消失了。不用担心，我把我的剑留在那里，只要它再次出现，我便能够感应到位置。我将城中出现的符文记了下，你们可以研究研究。好的，剑祖。下一个出现地点，推演的怎么样？还没有推演出。哟，薛灵，你在这里干什么？安心咯，反正不是来抓你的。薛大哥，他能看到我们嘞？他是哪个呀？他就是在逃3000年的别丘然。啊？难道你们？他叫明，我的下属兼幺妹。啊！连你这种死鬼都有春天，我却还单着，这个世界真是没有天理啊！哼，自作孽不可活。人活久了就是不好，连鬼都要秀我一手。能让你亲自来到阳间的事情可不多见，却有什么大事啊？那确实，来了基本都是忙着抓你的。最近又有上万阳寿未尽之人的魂魄无故失踪，我手下的阴差反遍了，人家都反不到。唉，我刚刚被提拔成部长，都出来弄大一档子事。啊，你升职了，恭喜啊！恭喜啥子哦？你说再多好话，寿限到了，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上次算你运气好，有人给你送了一炉长寿点的材料，又能让你摸几百年鱼。唉，这次明明晓得有人在勾魂儿，生死簿上却没得反应，真的是活见鬼了。大哥，你早已经是鬼了。几天前，九州实地出现了一座移动的古城，然后地仙儿，怪不得生死簿上没得反应了。被地仙夺魂之人，生死簿是不会显示的。你知道地仙？我听到过一些老鬼零零碎碎的讲过一些。这一届的地仙儿应该已经在4万年前全数飞升到仙界了才对啊。那你知道那座古城的运作机制吗？你想晓得？啊，那都加入我鬼界呀！来都是鬼界大王，到时候你要嘛有嘛，应有尽有。那还是算了吧，我还没筑基呢。你不是想解决魂魄失踪案吗？帮我就是帮你自己吗？你想想，这世上也只有我白秋然才能跟所谓的地仙摆摆手腕。哼，估计桌子头都被你手腕摆炸了。罢了，我薛灵也是倒霉，碰到你这个妖儿。我帮你不是因为我们有交情，而是要让你晓得，加入我们鬼界好处多多。还有，你今天没得见过我，也没得见过面，懂？我白秋然天赋异禀，举世无双，什么传送阵和城市运行机制都是我自己推演出来的。我这都回鬼界帮你查一查，等我的消息。还有，协助我解决这次的事件，不会算到你功劳不算哦。我不在乎这些。我的生死簿对那座古城一点反应都没得，想来我也只能依靠你来破案了。毫无反应，哪怕是合体期的修真者，生死簿也应该有反应的吧？是啊，只要是没渡劫的，名字都在生死簿上。糟了！他醒了，宗主，大长老醒了！大月子，大哥，
你感觉还好吗？太好了，大哥你还活着，你还认得我是谁吗？当然认得，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的弟弟啊！啊！哪里走？哼，魅惑之法。大月子，你怎么回事啊？剑祖，放心，我留手了。没想到几万年后，人家还有这样的强者。不过终究只是外道，逼不得我圣朝的大道。等着吧，凡人们，圣朝再临的时刻就要到了。白，剑祖，苏香雪，月宗主怎么样了？情绪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好奇怪啊，为何千仞前辈会对亲兄弟下手？李景瑶姑娘，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单身男人的房间里，还这么自然？也是，李景瑶，你名义上还是我们敌对宗门下任希望之星，你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待在敌方总 boss 的房间里，这样好吗？我很好奇嘛。哎，算了算了，让你也听听吧。待会儿你帮我转述给黄埔峰好了。岳千仞早已被夺舍了。哈，夺舍？可当时我们都查看过，岳千仞前辈的元婴和元神没有大碍，怎么会被夺舍？恐怕这就是地仙的手段了。那个用来攻击岳千仞的东西，应该就是夺刃的关键。徐长老已经把碎片收集起来研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结果。等等，当时师尊你也被那个东西攻击到了。怎的？你还怀疑我呀？那玩意儿根本就没有破我的防，好不好？师尊，你可还记得我胸是多大？啊？你怎么会知道徒弟的胸有多大？硕威，你还有胸呢？为师怎么不知道？你果真是我的好师尊啊！你跟徒弟的关系真好啊！啊，若薇她就是这样，不用太在意。剑祖，现在大家有点人心惶惶，担心还有其他人被夺舍了。我们接下来就去截停那座古城，把夺舍了岳千仞的那个家伙干掉，省得大家夜长梦多，总得互相提防。你有截停古城的办法？知道他在哪，然后把他打爆就行了。只是被擦到了一下，居然就受了这么重的伤。这具躯体，妖火体系巅峰的修为，绝对不会脆弱不堪。那名外道修士，恐怖如斯啊！甚至连他留在古城中的那股剑气，我都没法消化掉。不行，只能改变计划。先行开启至仙洞府，再利用洞府来与他们战斗，这样我的胜算就高了。至于那人留下的那股剑气，至仙洞府开启要去的位置离他那么远，他肯定是赶不及的。剑祖，我们明天就能推演出下一个地点。古城出现的时间大概3天一次，这样子剑祖你就来得及提前去狙击古城了。下次我不会留手的。啊！我感应到我留在古城的那把剑了，古城出现了。什么？比预计出现的早？剑祖，他在哪里？这里？怎么会？他出现在这里，这等于说推翻了我们之前的推演。他改变了运行轨迹。经过几日时间，通过白秋然的感知，古城确实改变了运行轨迹。
出现的频率也缩短到了1天1次。根据新出的地点，大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推算。你虽然是个鬼，但是进门的时候能够请你敲一敲门吗？你不想要关于古城的情报咯？哎呦，我说是谁来了呢？原来是薛鬼仙啊！失敬失敬，来来，喝茶喝茶喝茶。你锅子留到火嘛？你要是愿意跟我回鬼界，啥事都好说。喏，这是你要的古城运行机制。多谢了。哎，你那个妹子呢？她在鬼界帮我打掩护，还有这是交易，你也用不到谢我啥子，只要协助我把那些地下的魂魄取走就行了。你在画啥子？我在测那个家伙新的移动轨迹，古城现在变换路线了，我花了几天时间都没法破解，头都要炸。上面是他的移动路径，这应该是激活阵法。激活阵法？这座古城在搞激活阵法？这是上个时代常用的激活阵法，鬼界一直在用，不过在你们这个时代失传了，功能就等于开门用的钥匙。让我看看呢。根据这个阵法的位置来看，他要开启的东西应该在这儿，是青州上林国分裂以前的国都所在地。对，好了，就这样子，别求然，我在鬼界等你。等一会儿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地仙是怎样夺舍月千刃的？他的元神毫无缺损，连我都无法辨识出他的问题。跟我走，到了鬼界，我都告诉你。算了，看你也不愿意，这次都当提前支付你入鬼界的奖励嘛。所谓的元神，其实都是修真者在三魂七魄上套了一层神识，所以地仙夺舍的都是神识内的三魂七魄，所以只通过元神是很难分辨的。哦，我差点忘了，念琪琪的瓜娃子是没得元神的，你莫介意哈。你今年的业绩不想要了是吧？都这样子，我先走了。切，区区一个鬼仙居然这么嚣张！算了，看在他这次情报有用的份上，不追究了。不过，地仙夺舍的手段真是奇妙，看来只要跟古城接触过的人，都必须加强关注了。才有10几日，化阵就要完成了。只要完成阵法，打开至仙洞府，那就算是圣朝再临的计划失败了，我们也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诛灭金皇，再创圣朝；诛灭金皇，再创圣朝；诛灭金皇，再创圣朝。冥界皇帝留下的仙元军队，足以让我横扫6国了。但青云剑走了，是哪来的鬼来？不过没关系，他们无法参透我们的阵，就无法追踪轨迹。而且至仙洞府只差最后一点便能打开，到时候这些人更是奈何不了我。小心驶得万年船，我真是慎重的反派，怎么想都不会输啊！翌日，白秋然将古城的预期行动路线以及截停阵法告知了众人，并宣称这是他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做出的成果。仙城玉楼的人已经到齐了吗？都到齐了。好，我们这就……岳宗主，您终于来了。黄埔兄，这个给你。这是摄魂石。小月子，你这是？我自知无能救回大哥，这柄刀能吸收他被斩杀掉的魂魄，请用它杀了我大哥。我明白了，我会用它为大月子报仇的。很好，这是最后一个阵营，为了以防万一，开启大阵后立马撤离。糟糕，有人在搞鬼！难道他们推测出了最后的落点？移回异空间？怎么回事？空间被封死了！既然这样，喂，这次剑祖真了得呀！居然一个人研究出了古城最终落点。
还整出了这个劫天古城的阵法。剑祖为什么会懂这么多？他也没经历过上个时代啊。哎，你说会不会是剑祖被夺舍了，已经跟古城的人联合了？照你这么说，那我们一起完犊子了。来了，做好准备。都稳住心神。既然古城被锁住，只能混入其中逃跑了。嗨！不行了，这里不好惹，得换个方向，从南边走。这人也是鬼东西，我要找不祥的预感，再换个方向。再换。四面八方都堵死了，再试试看能不能进入异空间。还是不行。咋的了，小老弟儿？糟了，是那个清明剑祖，怕什么来什么。我还以为地仙是多么了不起，原来你也会犯怂啊！虽然你的法术我不曾见过，但你也休想从我这儿逃出去。死在我这儿，是你最好的选择。生物定。哼，这种烂招还想阻拦我？哼！可恶，四面八方都被堵死了，只能用最后手段了。急！不愧是地仙，花样真多呀，跟杂耍一样。瞬间移动了10多里啊！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难得住我吗？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如果不是他心不在焉，估计我现在已经是一滩肉泥了。阵法对空间的封锁越来越弱，快了！快了！只要越过前面这条大河，除了那个阵法压制的氛围，到了地方，我就能使用空间传送之术直接遁走了。等我找到机会，再回来接手古城和至仙洞府。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知道是谁在我渡劫前夕，提着酒上门来笑话我，说我若是渡过了天劫，他便给我喝上1个月的酒。如今你失约也好，被这种渣子暗算也好，我都原谅你。大月子，今天我来为你送行。哼！两位师姐且慢，这里是刘长老休息的地方，刘长老尚未苏醒，两位师姐还是请回吧。两位师弟，我们正是应了月宗主的命令而来，换你们班的。这里是月宗主的手谕。这的确是宗主的笔记，可宗主之前不是吩咐过我俩，除非他亲至，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过去。哎呦，小师弟，你是信不过唐师妹他们清明剑宗吗？乖，让姐姐们替你们换班，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好像是有点累了。李姐姐这招真是可怕。我比苏香雪宗主差远了。若是苏宗主，只需要一个眼神。不说这些了，剑祖吩咐的事情要紧。我这边布置完成了，你那边要帮忙吗？李姐姐，你这么积极，该不会是真的看上我师尊了吧？看上倒不至于，但是我对剑祖前辈其实很有好感啊。这么多年，我第一次遇见思维上跟上我，甚至领先我的异性。所以若薇师妹，说不定将来哪一天，我真的会想要做你的师母呢。一个死老头怎么这么吃香？为什么突然觉得好烦啊？干活了，干活了！来，这里我还没有布置好。风林小畔，强者对决，一场蓄势已久、早已注定的战斗，伴随着刀剑铿然之声，越演越烈。家伙竟然在战斗之中突破了，所以我才讨厌这些疯子。幻象！对付你这样的疯子，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这些简单的幻术。这是什么刀？这刀锋全在牵扯我的元神和魂魄。你的话太多了。我可是地仙，你这个疯子！疯子，去死吧！大月子，安息吧。果然如剑祖所料。来人呐！刘长老醒了！不，什么？刘长老醒了？弟子亲眼所见。这段时间，总算是有个好消息，我得去看望他一下。剑祖，您不是在剿灭地仙古城吗？我是过来收尾的，你跟我过来一下。师父，您终于醒了。刘长老好好休息，稍后会有专人为您准备汤药。宗主在哪儿？我有话跟宗主说。宗主来了。哎呀，老刘，你终于醒了，没事吧？掌门，没事儿。掌门师兄，让你担心了。大长老呢？他安全回来了吗？大哥他，真是天妒英才。哎呀，别说这些了，你没事就好，好好休息吧。啊，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宗主，你等一下，我有一件事情想单独跟你说。有事要与我相商。你们先出去吧。老刘，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和我商量？那件事情啊，就是去死吧！宗主的功力又进步了，这魅惑之力，就连我都快忍不住了。季宗主的刀法也进境神速啊，相信要不了2年便能够击败清明剑宗的绝云子。哼，那厮迟早有一天要切了他的嘴巴下酒。不过苏宗主，你的目标可要比我难对付多了，我也只能祝福祝福你，早日将那位斩于马下。七宗主这说的，我又不是要杀了他。好了，不谈这些扫兴的话题。七宗主，这些怪物都被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快点攻入城内去收尾吧。好。啊！古城的阵法发动了。
去死吧！这下他脖子全都烂掉了吧？先解决一个大麻烦。什么？嘿嘿，给你个惊喜！怎么可能？你不是月千恋，你是……没错，是我白求然。什么？不是他的对手，快逃！真凄凉。瞧瞧，都咳出血了。刘长老还是好好的睡一觉吧。这真气把我的紫府灵台元婴全都冲毁了，没想到刚出场就要凉了。师尊，抓到了吗？师尊，你教的阵法超级好用，看，这地仙的元神毫不费力就抓住了。可以，给我吧。老刘，小月子，我没关系的，剑祖。仔细想想，刘长老本来就不擅长战斗，但他却能逃出来，恐怕早被地仙附体，然后从背后偷袭了我的大哥。节哀。剑祖，无需安慰我，我早已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剑祖去忙自己的要事吧，莫让这些地仙逃过一个。我会的。这是怎么回事？剑祖，城里涌出的怪物已经尽数被我们清理干净了，只是地仙的阵法完成了，他们已经唤醒他们要唤醒的东西了。这座山峰打破空间，倒斩而出。根据玄法书院的推测，这座山峰接连着另外一个小世界，这是一个仙家洞府。所言极是，看到那个空间波动没？那就是我下一个研究课题。我连古城内的事物都交给部下了，就是为了这个。张院长，微神禅师，劳烦你们俩看着他，别让他冲上去。喂，你们干嘛？剑祖，节哀，把他的躯体带回断天屋吧。小月子还在等他。我会的。被你干掉的那名地仙的魂魄呢？在极灵刀中。我想用天魔宗内的断魂炉好好折磨一下他。剑祖想干嘛？可以把他的魂魄交给我吧。剑祖能保证让他的魂魄遭受到堪比断魂炉的折磨吗？会是阿鼻地狱。善。我稍微离开一下。那就劳烦剑祖安排了。这里应该没人看得到。你搞定他们了？2只，剩下的估计都在那座古城里。拿来嘛。不，你得先告诉我，圣朝究竟是怎么回事。组织上有保密条例，我要是告诉你，会挂球的哦。但假如你真的要晓得，那就去至仙的洞府嘛，指不定就能让你突破炼气期。至仙洞府？那是什么地方？那都是至仙洞府的入口。想晓得答案的话，都各自去找嘛。给你。对了，那些地仙，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你不会想晓得的。行了，不需要你，滚！哼，我还要去古城里搜索剩下的地仙魂魄，提前跟你指挥一声。不要乱跑，万一有陷阱，你们的小命可就没了。是。哪来的一股寒意啊？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别碰吗？不是，我没有啊！快报告徐长老！徐长老来了。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只是感觉一股阴冷的风吹过。这些东西可是研究地仙的宝贵资料，就这样没？好了，徐长老，别生气了。我知道是谁做的，你莫要责怪这些弟子了。剑祖，啊？什么？哦，
原来是这样。这座古城里还有不少东西呢，够你们捣鼓不少时间了。你们继续吧，先出去了。好吧，这东西可以封住地仙。地仙的魂魄都被阴差驱走了。人家新官走马刚上任，又找了个伴侣，刚过上幸福生活。要是我被鬼界发现留了地仙的魂魄，他直接喜事变丧事。他活着的时候是只单身狗，死了终于枯木逢春，而且还是跟我相识这么多年的老熟人，这次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啊。他出事，我良心会过不去。你们俩关系还挺好啊。人家做鬼都能枯木逢春，你什么时候才能开花结果呢？人家做鬼都能枯木逢春，你什么时候才能开花结果呢？是啊，什么时候呢？铁树开花抽新芽，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秋然何时能成家？你是来找茬儿的？老娘是来找耙的。说真的，你就没想过成家这件事？修真之人，法律财地缺一不可，说不定你找个妹子就有灵感，能突破筑基期了呢。这个，强取豪夺非正道所为，而且我也没有核心的对象，还是等我再试试，能不能靠自己突破筑基期再说吧。恕我直言，你都试了3000多年了。这次不一样，你看，这次我有确切消息，那里就有我想要的情报。你都确切多少次了？洞府乃是那些大能的修真者们利用自身的强悍法力，在灵地所开辟出来的独立小世界，里面藏着各种灵宝，甚至修道机缘。而这一次的也不会例外，九州十地的修道者不少都得到了情报。快随师尊一起抢宝物！哎，等等我，别让别人抢先了。为了自己能拿大头，也防止某些学艺不精的散修怀揣着梦想就去洞府里作死，正气道盟跟魔门联合决定封锁入口，但依旧有部分散修抢先进入了洞府内。不过这些散修也摸清楚了洞府的准入门槛：元婴期以下，筑基期以上，这是这个洞府的入门门槛。最新的情报是这样说的。继续说下去。一旦进入者的修为达到了元婴期以上，那么入口的阵法便会启动，引来漫天的劫雷，让修真者们享受提前的渡劫、当场去世的快乐。别说是这些还没有达到渡劫期的修真者，就是已经渡过天劫的黄甫峰，也是够呛。而之所以说入门门槛还有个筑基期以上，是因为入口离地数里，只有能御剑飞行之人才能进入。这不错不错，这次我也要去。剩下的人员你们来安排，就算你们偷偷说我跟弟子们抢机缘，我也要上去。祖师叔您要去，我们肯定不会反对的。你们说是不是啊？是。怎么可能拦着祖师叔？祖师叔想去哪儿是祖师叔的自由。此去危险重重，毕竟是地仙豁出性命唤醒的洞府，我们又只能派出元婴期以下弟子去。假如有祖师叔照拂，我们当然要放心得多。那我岂不是没机会单独行动？也不是要祖师叔一直陪护，等到弟子真的遇到不能化解的危机，您再出手帮忙也不迟。也好，那就这么办，大家都没有意见吧？没有了，祖师叔。回到七星峰以后，白秋然就开始准备起来。除去一些法术小道具，就是数百把崭新的金铁剑。师尊，你要这么多剑干嘛？小孩子别问。又熬夜为唐若薇准备好了探索洞府所需要的符篆和丹药。第二天清早，唐若薇就带着白秋然一起前往了清明剑宗的主峰。白秋然没有告诉他们
自己也会跟着去洞府的消息，名义上还是要前去镇场子的。死老头看脚！小蛋蛋，你又来搞这一套啊？啊，小蛋蛋，师尊，这是清明剑宗虎山灵兽之一的清丹莹姐姐啊！哼，狗贼，看我的新招式！这招可是我从我族至高功法中领悟出来的，拥有遇神杀神、遇鬼杀鬼的威能。这招一定会让你好看。小蛋蛋，你一只鸡去学什么凤凰啊？住口！吃我这招！天翔十字放！小丫头，想要打败我，再回去吃2、3千年的米吧。你个老处男！姐姐，放弃吧，你打不过他的。哼！哎，都过来集合了！老处男，你给我等着！师尊，你和他有过节？绝云子那臭小子是不是跟你说过，我养了一只化了形的鸡？啊，掌门是有说过。他就是那只鸡。啊？可我听人说，清丹莹姐姐是小瑞中的鸾鸟啊。我在山下小镇菜市场捡到它的时候，它毛乌漆麻黑的，这不就是只乌骨鸡吗？后来养了100、200年后，它的毛色和头冠变得越来越蓝。这鸡是不是偷吃我的药材变异了？那它为什么又敌视你啊？按理说你不是它主人吗？是啊，我也很纳闷，我也没让它怎么样啊，好吃好喝的供着，顶多就是让它每天下个蛋给我改善一下伙食又怎么了？那丫头化形以后二话不说，冲我脸上就是一脚，然后就跑到主峰那边不回去了。鸾鸟可是祥瑞之兽，改善伙食，这个我看典籍上有记载，鸾鸟、凤凰等神鸟是把蛋当孩子看的。祖师叔，您过来了，这就是我收的那个亲传弟子姜文斌。师叔祖好。筑基后期，不错不错，是个好苗子。嘿嘿，祖师叔，我去主持这次行动了。诸位都是我清明剑宗的精英，希望大家能珍惜这次探索的机会。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注意事项。因为要照顾弟子们的速度，所以白诚然并未自己走，而是坐在了绝云子的剑上，让自己这位徒孙带着自己飞行。哟，剑祖！哟，王府老魔，凌云姑娘。哎呀，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大粪味儿，真是晦气。哎呀，我怎么没闻到？凌云姑娘莫非是修炼了增强嗅觉的神通？好久不见呐，凌云姑娘，看你还是这么汉子，我就放心喽。哎，这大粪味儿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得把这个粪坑给堵上才对。大家说是不是啊？师姐，你那本金鳞启示井中物借我用用。哦，我寄给大师兄了。嘿嘿，大师兄在看什么？也让师弟我看看吧。这个不要啊！看来看去，还是白前辈最帅最优秀。这群孽徒是想欺师灭祖吗？道魔针锋相对的关键时刻，居然无人应我。当年我游历时，在雍州一处湖泊里撞见姬姑娘洗澡，她提着刀，光着上半身追杀了我3天3夜，可爷们儿！绝云子，天煞白象！我靠，来真的呀！去死！哈哈，凌云姑娘想要偷袭我，你还是不够格啊！莫忘了，清明剑宗同级单挑第1的称号是怎么来的？掌门，下面！
凉了吗？还没有，快凉了。哇，我一定要找到宝贝！快点跟上！师尊，那个人是谁？师尊，那个人是谁？此人是青冥剑宗的本代掌门绝云子。什么？绝云子可是正气盟当代掌门中的第一高手，一手瑞金剑无坚不摧，就连师尊你也承认不是他的对手啊！现在连他都被挂在这里。不必惊慌，我知道是谁做的。放心吧，绝云子掌门被打成这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难道是师尊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哎呦！我们走吧，不用管他。掌门，穆长老辛苦了。莫欢长老，没想到您与微尘禅师相处这么多日，竟然没有发生争斗。这个……苏宗主，他们这2天可没少动手。您来的路上应该看得到，附近的山峰基本上都被他们俩削平了。白云长老，那他俩现在怎么这么老实？过来些，过来些。嗯。后来祖师叔过来查看情况，嫌他们烦，便把他们俩都打了一顿，还说要是再打架，他就继续打，打到他俩不打为止。苏姑娘，我悄悄告诉你，你可别告诉祖师叔啊！别告诉我什么？祖师叔，没什么，没什么。祖师叔，你们慢聊，我回青冥剑宗的队伍去了。站住！我还有事儿问你。什么事呀，祖师叔？你呀，这次是不是又跟李鹏飞勾搭在一起，跑去兜售你们创作的那些刊物了？白云子与仙城玉楼的长老李鹏飞私交甚密。李鹏飞以画技入道，在修真界有着画圣的美誉，而掌管青冥剑宗藏书阁的武长老则是以书法入剑道，江湖人称书生剑圣。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俩厮有一个非常低俗的爱好。白云子文采非凡，却偏爱一些非常下九流的描写男欢女爱的文章，而他的文笔极好，写出来的东西又能勾人思绪，令人浮想联翩。而画圣李鹏飞这时就会用自己非凡的画技为白云子配上一幅幅惟妙惟肖还会动的插画。2个老流氓经常用这种方式赚取外快，听说他们俩合作出来的作品让凡界的豪门贵胄竞相追逐，在修真界也是千金难求的一品。苏香雪曾经偷偷向白秋然告状，说她手下收藏有不少白云子和李鹏飞合作的作品，其中甚至有胆大包天的以白秋然为模板创作的主角。白云子还起了个什么千年铁树艳遇记的副标题。自从那次白秋然收拾过他以后，这家伙就绝不敢再在白秋然面前摆弄他和李鹏飞弄出来的那些东西。没有，祖师叔，我以大师兄的人格向你担保，我绝对没有卖那些东西了，至少没在这座城市里卖。哼，是吗？靠！看来我是你的灵感源泉啊！别东张西望，这东西是我自己搜出来的，跟他们无关。至于你，给你20分钟，安排好宗门弟子的一切，接下来该做什么，你明白吧？明白。哼，去吧。好歹是你们青冥剑宗长老和掌门，是不是太不考虑青冥剑宗的门面问题了？其他宗门都看着呢。不会，我在揍他们之前，顺便把天魔宗的也揍了。你这么做，黄甫峰不会找你麻烦吗？反正他打不过我，而且我揍姬凌云的时候，那小子还在一旁鼓掌喝彩呢。我
是在指导姬凌云。那么老规矩，东西给我吧。从白秋然发现白云子和李鹏飞的勾当以后，这种交易已经进行了许多次。其他的毒物，苏香雪确实会在欢喜境界帮他出手，得来的收入就由合欢宗和白秋然平分。但像是这种男主角以白秋然为模板的毒物，苏香雪却是自己掏腰包买下来。华圣的技艺和白云子长老的文采都进步了。没巧，给剑祖前辈2000上品灵石。是。剑祖，请收好。又多了本真本。华圣的技艺和白云子长老的文采都进步了。没巧，给剑祖前辈2000上品灵石。是。剑祖，请收好。又多了本真本。那么就请进吧，合欢宗的各位小姑娘。这个修真界总得有魔门这种黑脸角色，才能维持正道盟不偏离正道。正是因为白秋然出于这种考虑，魔门三宗才存活到现在，并且和正气道门形成了某种合作关系。数日之后，众宗门长老终于做好了送弟子入洞府的准备。注意！实力在元婴期以上的人会遭受到洞府换来的劫雷攻击。各位修行不易，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连累他人。徒儿，要跟师兄们结伴而行，法器都带齐了吗？都带齐了。若薇，师尊，拿着这个。这个玉简里面封印着3道我的剑气，假如遇到解决不了的危险，就把这3道玉简扔出去。接着，攻击范围是玉简落地半径10米。我这剑气不认人，你可别把自己卷进去啊！是，徒儿明白。剑祖，这是我徒弟尤美巧，他这次也要进洞府。剑祖您好，咱们早些见过的。进去以后，若是遇见了他，便听他的指示。哎，等等，喂！你在说什么？我又不进去，白秋然岂会与小辈争夺机缘？为了避免你遇到洞府制造的幻影，为师教给你几个辨别他真身的方法。哇，我都说了我不去了。各位，时间已到，立结界。好的，盟主。薛云子这臭嘴，听着就来气，伤口好疼。你们2位不要太勉强了。阎罗苍空，发动！预备，小辈们起！封锁结界，禁止闲杂人等进入。且慢啊！我也要进去。刚刚谁说的？不会与小辈争夺机缘来着？风太大了，听不见。给个面子吧，各位。我这辈子能不能筑基，兴许就看这一笔了。剑祖的面子我们当然得给，不过剑祖，您的境界虽低，但实力超绝，您进去真的不会引起劫雷吗？管他呢，我又不是没被劈过。如果能筑基，别说是顶着天雷了，就算前面是成群结队的大罗金仙，我也要顶着过去。那请剑祖收下此物，此物是玄法书院最新研究成果，可以防止地仙魂魄的入侵。虽然我认为地仙不能入侵我的魂魄，毕竟我连元神都没有。忘了这茬了。妙，那就请祖师叔上路吧。不说好话你就别说。苏香雪，借我个落脚点呗，我怕等下动作太大，跳过了头。起！没有劫雷，看来这座至仙洞府是真的认为剑祖只有炼气期，也不知道剑祖他老人家心中是喜是悲。真好啊，真好啊！咱们魔门联合要是也有个这样技能压箱底、境界又低的战力就好了。
你说是吧，苏姑娘，老骷髅？另一边，白秋然进入空间后，重力反过来了。这就是至仙洞府。已经看不到原来的世界了，其他弟子也都看不到，只能继续往前走了。这是哪里？我刚明明走在山崖上。来时的路已经不见了。哎，那里有个石碑，上面刻着什么？人生有8大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不得解脱。跳出苦海者，方可仙途。这是天圣佛门的东西，地仙们的势力还挺广的嘛。字又变了，生之苦。石壁压过来，逼我走这条路啊！糟糕，我不会飞呀！万一要是掉入界外虚空之中，那可就倒霉了。好，我就看看你这洞府在玩什么把戏。另一边，比白秋然提前一步进入的唐若薇正看着四周的情况，也不知道其他人都去哪儿了，现在只能靠我自己探索了。只是接下来该往哪里走啊？四周黑漆漆的，啥也看不到啊！我被困住了。什么？跳出苦海可以登仙？这是什么？要有考验了吗？这是在逼我上墙吗？走一步算一步了，别回头路了。求而不得，苦；求而得到，亦苦。什么声音？这是什么？请问您是？你在问我吗？难道我就是你呀？是我呀，但为何胸部如此雄伟？是，以我20年的经验，这绝对不是垫出来的胸，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真货，而且是国宝级的好货。气呀！求不得，就是这个意思。而另一边，怎么越走越窄了？貌似这个洞穴在渐渐合拢。哇，石壁真的在往中间加呀！我去，想夹死老子 ！Oh my god！ 总算出来了啊！差点当场圆寂。要不是担心毁掉它会对洞府造成危险，真想把这里直接炸了。又来，头发，让我挤出去！是你逼我的。看来也没对洞府造成什么影响。接下来这是出胎，未出生下有冷风、热风吹身。这是什么火焰？避火诀竟然无效。不过对我没用。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生之苦吗？这些冰雪也不是一般的凡物。哪怕是修真者走在这种雪地里，底子不足一样会被冻伤的。不过也对我没用，这里是冷热之苦。刚才那个见了鬼的狭窄通道，
就是模拟婴儿出生之时所遭受的狭窄生门之苦。我记得还有聚手抓捏之苦来着。真恶心！别拿你平时当老婆用的脏手来碰我，孽畜！有意思，原以为是原生的妖兽，没想到居然是人造生命体。掌握了这么多神奇秘法的地仙们，说不定真有能让我筑基的办法。继续赶路了，我要去筑基！嘿嘿，又来！道友，道友！你要乘风而游，我乘鲲鹏或乘金牛，不要和我 battle。你是一只蜉蝣，既然答应新生听我向你传授，相濡以沫不如让我送你水的自由。道可道，非常道，看到终结了吗？且学且妙，不与真水可争，治国重器本就至少无锋。多少人这一条路重疾终生不能，所以我化蝶化成入梦，或是入自然中。你可还记得我胸是多大？你怎么会知道徒弟的胸有多大？若薇，你还有胸呢？为师怎么不知道？师尊，你乱说什么呢？